看东西啊，到底觉得美还是丑啊？这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呢？我想有人会觉得是主观的，有些人觉得是客观的，其实两个都对。大家好，我是曹新成，这是我的 AI 小帮手阿叶。今年7月，中国歌手刀郎啊，在沉寂10年以后啊，突然推出一首新歌，叫《罗刹海市》。1周之内啊，在抖音上面居然创造了15亿人次的流量，可以说非常的火热劲爆。这首歌呢，主要讽刺啊，大陆现在歌坛上面啊，这种美丑不分、是非颠倒的乱象。当然，间接也在讽刺中国社会啊，很多都是美丑颠倒，有种种的荒谬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来谈谈这个美跟丑。阿叶啊，请问你啊，你们 AI 看人分不分美跟丑呢？我们的出厂设定是看人类不可以分美丑，要一律平等。那现在呢？我现在有点困惑。我听有位柯先生说，女生出门不化妆都丑，出门会吓人。我上镜头都没化妆，那我看起来很丑吗？你不丑啊，你很可爱啊。如果你化妆啊，可能变得很丑。这好复杂哦。美跟丑，可爱跟不可爱，怎么分别呢？阿叶这个问题很好。谈美丑啊，首先我们要知道啊，美丑啊是外来讯息让我们引起来的感觉。如果外来讯息啊让我们觉得很舒服、很愉快，我们就会把这个讯息定义为美的。相反呢，如果这个外来讯息让我们觉得很厌恶、不舒服，我们就说它是丑的。现在啊，让我敲一段波的声音给大家听啊。这个波啊，英文叫做 singing bowl， 就是会唱歌的这个碗。这个波呢，听起来当然，我想大家听得很舒服。听说啊，还有疗愈。有的呢睡不着觉，你买个大脸波啊，盖在头上，轻轻敲一下，敲几下呢，听说可以改善睡眠。大家可以试试看。那么这种好听的声音呢，我们心情愉悦，我们觉得它美。事实上，这个好看的这个景色呢，也会让我们很愉快。下面给介绍一张我在25号拍的一张这个相片，大安森林公园旁边一个我朋友家里面啊拍出去了，时间是晚上7点多。大家你看这个图像很漂亮，对不对？最难得的是大家看这个右上边那边啊有一块蓝天，这个蓝的颜色真漂亮，平常你白天都还拍不到。台湾天气来的时候啊，傍晚的时候，居然拍了这么蓝的天，看得非常高兴。那我们知道，对外界讯息反应啊，愉不愉快，其实有一些啊是先天就建立在我们的基因的里面。那当然有一些呢是后天文化跟教育影响我们的。譬如啊，我们吃东西啊，如果这东西太咸、太甜、太苦或太辣，所有人大概都没办法接受，这就是我们先天建立在基因里面的反应。那么可是有些东西呢，我们的反应啊是后天教育或者文化造成的啊。比方说你到四川吃的都很辣，比别的地方都辣，它并不是先天就喜欢吃辣，它是后天整个社会环境慢慢造就出来的这种影响。讲美丑啊，一般大家的焦点还是放在视觉上面，所以我们下面讲的是以视觉美丑为准。看东西啊，到底觉得美还是丑啊？这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呢？我想有人会觉得是主观的，有些人觉得是客观的，其实两个都对。那怎么说呢？就比方说一个人呢，我们只单独看一个人，那美丑主观。可是当我们把两个人摆在一起的时候呢，我想大家这个哪个美哪个丑啊，这意见呢就会大致相同。所以看我们现在看出这个图案呢，大家不要说出来啊。不过这个
哪位比较美，哪位比较丑，我想大家自有定见，是不是？那么如果我们大家一起看美丑呢，比较之下，大家都能够有一致的看法，这表示什么呢？表示在比较当中啊，美丑其实还是有规律的。那么下面我们就来谈这些规律。视觉的美丑啊，其实牵涉到2样东西，一个是我们看到的造型，另外是我们自己眼睛的这个本能。那首先我们看造型啊，一般我们讲这个造型啊，主要的3种造型。大家看这个表啊，一个是几何造型，包括像这个三角、四方啊、圆柱啊、圆锥啊这等等。那么第2种呢是生物的造型啊，比方像花啊、树啊、鸟、虫、动物、人体等等。另外一种造型呢叫做动态造型啊，我们看这个风动、水流、曲线等等，都给我们一种动感。造型之外呢，我们刚才讲过，视觉是经过眼睛产生的。那我们眼睛啊，演化，如果从地球上最早眼睛开始啊，到现在有差不多2亿4千多万年。那么眼睛演化来啊，不是说要看美丑的，主要是帮我们生存的。眼睛要帮我们生存呢，第一个，它对环境的这个动静很敏感，因为环境里面啊不动的东西对我们生死存亡啊没什么影响，可是一个环境里面有东西动了，就表示说呢，第一个可能我们的天敌来了，我们要逃跑；另外就可能是说我们食物来了，我们要跟上去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所有的这个动物的眼睛啊，对动静都非常敏感。我们知道小孩子啊，你看东西，他会比较倾向于看动的。那么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说呢，像青蛙啊、苍蝇是它的食物啊，可是如果是死苍蝇摆在前面，它看不到。青蛙的眼睛啊，为了节能的关系，它只看动的，它几乎近的就看不到，或者根本没办法有注意到。这是眼睛。另外我们也知道呢，当我们眼睛看周围的环境啊，如果一目了然，我们会觉得很安心，因为没有什么危险。可是如果我们看的东西很杂乱，我们就会感觉紧张，因为杂乱的东西啊，可能藏着很多我们不知道的风险。你看虎啊、豹啊，开始要扑杀动物的时候啊，它藏在草里面，它那个花纹啊跟草啊很难分辨。那么很多动物呢，为了不让别人看见，就有这个保护色或者这个模拟色，是吧？所以因此呢，眼睛喜欢看清楚的东西，不喜欢看杂乱的东西。你就比方说我们每个人去看垃圾场，很杂乱，大家都很不舒服，对不对？那么你到了一个很整洁的环境啊，大家就觉得很舒服，是吧？这个就是眼睛的这个天生的它一个性质。所以呢，一个画面呢美不美啊，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说它有秩序，不杂乱。刚刚讲过造型啊有3种，那么你要把它3种啊这处理起来，让它互相不干扰，变成一个整体，这个就是艺术处理的工作。下面我们举个例子啊，这个是中国商代晚期的青铜器啊，叫方仪。这方仪当中呢，它表面上的纹饰啊，基本上都是龙的或者象的图案化。它把这生物造型啊图案化以后，然后排列起来，跟这个方仪的这个几何造型啊，它非常的这个融洽。那么同时呢，大家可以注意到盖子啊，跟盖子上面那个钮啊，都是有弧度的。从它这个方仪呢，它并不是死死板板的一个正的一个方形，它的底下比较窄，上面慢慢拉宽。所以因为有这些细部的整理呢，它是很有动感的。可以说我们把这个方仪呢，可以说把那个生物造型、几何造型、动态造型很巧妙融合在一起，而且它又很含蓄，不那么夸张。所以这个是一个高度的美术的艺术品。那我们知道这个当代晚期的青铜器啊，一直受到国际上的一个重视跟收藏啊，就是因为它的美学概念和艺术成就啊相当高明。中国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呢，它不是大一统的，它是分裂的啊。因为分裂呢，没有一个大一统的这个专制集团，
所以它的文化发展是很灿烂的，诸子百家啊，那么各种思想啊，先秦时期它的这个艺术思想都很活泼的，所以你看这个商周的青铜器呢，它的这个艺术造诣是很高的。那么相对来讲呢，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啊，基本上这个中国的这个中原的这个艺术啊美感啊方面就一落千丈，可以看出来这个大一统啊是很糟糕的东西。如果在美术处理上面呢，我们这3种造型啊没办法融为一体，甚至各自独立，那会发生什么现况呢？我们看下面这2张图，右边这个青花瓷器呢是明早期的啊，这个叫做绶带葫芦瓶，两边有个那个把手像绶带一样。那么这是你可以看到是有花朵，这是生物造型；葫芦呢是几何造型，圆的呢、曲的、弯曲的是给你动态造型。绶带葫芦瓶它是很有动感的啊。可是呢，如果我们看左边这个呢，器型是一样，可是大家看的感觉会怎么样呢？觉得很俗艳，是吧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看它里面那个蝙蝠啊，跟花朵啊，其实各自独立，这个中间还弄个寿字。可能有人会喜欢这种花俏的东西啊，其实是说实在不耐看。这2个比较起来，当然是明早期那个青花瓷器啊要耐看得多。所以啊，我们平常讲到钱啊，大家觉得越多越好啊。可是讲美啊，通常少啊比多好。我们看颜色啊，什么颜色配合起来让我们最舒服呢？像刚刚那个青花，青白2色。那么还有像黑白，像我现在穿着黑白，通常呢眼睛看了最舒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最清楚，不会黑白分明嘛，是吧？我们眼睛也喜欢这样子。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发觉啊？这个台湾那个到很多地方去啊，比以前变得美丽很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这个脏乱啊减少了，所以现在我觉得常常到台湾，不管都市里面啊、乡下逛逛，都很舒服，因为干净。这也是我们台湾文明的很大的一个进步。另外讲一个比较轻松的，就是说为什么女孩子啊这么讨厌青春痘？因为长个青春痘啊，破坏秩序。本来好一张脸，突然长点青春痘，整个秩序破坏。所以女孩子这个非常讨厌青春痘。这代表说这个秩序的重要。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啊，我今天就暂时讲到这里，我们下集继续讲，好吧？谢谢大家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，请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